实这个糖税，你问我实施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实施过后，我们也没有少喝 data rate 啊，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不是主要的收入，所以这个糖税，我个人的看法是，它其实比较多是政府的一个意识形态，它要倡导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它政府告诉你这个我希望人民少喝糖，可以减少一点糖尿病，还是让身体可以健康一点。所以我们政府的方向是希望你们少喝含糖的饮料，所以我们抽个税。其实这个碳税是国际大课题来的，因为这个 ESG 其实是全球趋势，在 ESG 的框架之下呢，这个气候风险还有这个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是它主要两大课题来的。我们国家你要跟世界接轨，其实你要跟很多外国的公司做生意，或者是跟一些欧美国家这种跨国企业做生意，现在 ESG 都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环，所以很多中小型企业可能还没有认真看待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现在要开始，不能太迟。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这一集是我们的 BFM 所制作的财政预算案的特辑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聚焦在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对于企业以及个人的税务的影响。那么究竟这一次的预算案呢，带给我们的是大惊喜还是大挑战呢？是否会有一些新的这个税务的优惠，还是我们应该为潜在的这个财政的冲击来做一些准备？那么这一次的预算案到底会为我们带来的是机遇还是风险，都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一起探讨的事情哦。那在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所提交的第3份的预算案当中呢，政府持续来推进扩大支出的议程，同时呢也致力于改善赤字。那么2025年的这个预算案的这个总拨款呢是4210亿令吉，那么其中的3350亿令吉呢是用于运营的支出，那860亿令吉呢，它是用于在发展的支出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当中，不晓得这个时候你认为这个比例是否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呢？那么在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提交的这个史上最大的预算案当中，这一大手笔的支出，国人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好处？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啊。那政府是否能够通过这一笔巨额的支出缩小贫富差距，还是说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呢？而税收层面的调整又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冲击？这些的政策会让我们的钱包到底是缩水呢，还是实际上来提升我们国人的购买力？那么要回答这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来自 PwC 的税务总监朱秀颖 Michel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深入的探讨。Michelle， 欢迎你。谢谢你们。是，那么其实呢，这个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呢，我相信在我们录影的上一个星期五，在发布了之后呢，其实我相信今年的关注度应该还算是蛮高。虽然我是有观察到，很像在直播的部分呢，我看各家的媒体很像流量是有稍微下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于政府的信心比起往年来更加的好了，就是这个信心比较有信心，所以大家不太关注。但是我相信很多做生意的人肯定还是会关注的啊。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呢，可能比较照顾到的是这个所谓的比较低收入户的这一群人，中产阶级好像没有什么照顾到，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其实这个中高收入的群体呢，会不会因为新的政策而面临更大的税务负担？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心哦。高收入者是否会成为最大的受影响者，承担更多的财务压力呢？您怎么看？好，其实刚才你说的也蛮正确的啦。我觉得就是，你看到政府的方向，其实它其中一个大方向就是要照顾普罗大众嘛。那 B40 我觉得今年仍然是大赢家，而且今年很多这个政策都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然后我觉得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津贴又增加了，然后他们的这个很多一些 personal relief 对他们都有帮助，所以 B40 肯定会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受惠。那对于 T20 来说，我觉得 T20 其实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哦，因为每年有消息就是要
提高税率哦，所以我觉得今年 T20 反而可以松了一口气。有提到这个2%的这个 dividend tax， 但是这个 dividend tax 呢，就是你仔细看它要超过10万的这个股息才会纳税，所以如果你有超过10万的股息，你应该是在我们所谓的就是金字塔的顶端，可能是 top 5% 哦，所以它层面可能不是很广，但是没有提高税率来说，我觉得对 T20 来说是大好消息，因为已经30% 了，再高就有点吃力哈。那你说的也没错，就是 M40没有太大的好消息，也没有太多的坏消息，就是夹在中间那一层，不上不下。我觉得，但是生活的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最为难的一群呢。是，虽然是最为难的一群，但是我们感觉到这个 M40 很像也都习惯了，对，大家是不是有点麻木了？就觉得说，反正每一年好像都不关我们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政府，它针对这个10万令吉的这个股息征收2% 的这个股息税嘛，那你是否会认为说，这个是为了要积极推进森林城市的家族办公室的政策呢？我觉得它两个政策的宣布的时间点真的是很刚好，但是从税务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都认为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哈，因为这个2%的这个股息税是跟个人抽税，然后这个家族办公室这个税务优惠呢是给这个高净收入的这个家族成立的办公室。其实它是一个公司来的，那这是公司层面有税务豁免，但是我觉得政府很巧妙的利用这一点，因为它同时宣布这个高净值的家庭你来这里成立办公室，那我给你优惠，那人民就会说你们之前都已经很有钱了，现在还有优惠，所以他就同时也宣布 OK 这个个人有这个股息的超过10万的，你现在要还2%的税，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取到一个平衡呢，就是一边我给优惠，那另外一边我也从高收入群体当中有拿回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安排的蛮不错，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他这个推出的时间就刚刚好。我先宣布了这个家族办公室的优惠，然后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我就来跟你拿回一点。是，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有一点点拉长补短这样子的感觉。对。但是是否会这一群被征收的人呢？大多数都是有机会来成立家族办公室的这个高净值的群体呢？很大可能，因为家族办公室的话，你要有一定的这个投资数额，基本上大概是3000万，然后可以成立家族办公室的这个家族就是。可能你在全国各地都有资产，也不止马来西亚，所以都是有一定的收入的，很可能他们收入股息会是其中很大一块。然后你看这个2%的股息，它其实不只是跟马来西亚居民收，就是你是外国居民，你有马来西亚的股息，你也要收2%。但当然实际怎么样操作，我们还要看详细啊。但是就是它层面也会比较广一些，就是不止马来西亚居民课税。是，所以可能会是一个，就是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会有这样子收入的人，大概都是超高收入的家庭。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财政预算案之前，他们都在估计说政府会不会所谓的劫富济贫但是劫富济贫的这个事情，很像在这一次还没有发生。对不对？可能这次其实也有啊，就是比如说他要 SST 要抽这个进口的这个奢侈品的税啊，然后这个2%，其实这个2%真的是从这个高收入群体那里收，而且是就是如果你股息多的话，可能也是一笔不小数目。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有，但是他可能是做的比较巧妙，没有那么直接就说我就提高你的税率2%，然后你就还税这样子。所以同时我也给你一些优惠。你来这里，因为我也需要你带你的资产进来，来刺激马来西亚的这个我们的 capital market 嘛，所以你来，我给你优惠，因为你带来的钱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那同时我也跟你收回一点。是，所以大家的那种观念说劫富济贫，其实那个劫富的概念，我是觉得可能或许大家要换一个方向去思考。我觉得很多的税制它的改变是为了更多的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财富的再分配嘛。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的财富很难流动，也很难会发生阶级流动，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个人税务的减免的方面啊，有哪些特别亮眼的部分？比如说首购房屋税的减免啊，还是这个教育还有医疗的保险的保费的这个免税额增加到4000。对，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呢？对，我觉得这几项提议其实这次都我觉得都蛮实际的，跟蛮接地气的。比如说这个 SSPN， 其实蛮多父母都很喜欢，因为是教育储蓄保险嘛。那他直接就延长这个优惠，然后他比较有巧妙、有心思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个医疗的这个父母的医疗，我们可以扣税嘛。然后一些运动器材，现在它也扩大到祖父祖母这一辈，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小孩，你想想都是祖父祖母带大的，延伸到祖父祖母这一代，你可以孝顺他们的同时，可以扣税。我觉得这个是一举两得的，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措施啊，是很小的一个措施，但是很贴心的一个措施哈。OK， 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有用，真的有用的就是这个利息哈。那个其实2009年到2010年期间，其实就已经有推过一次，那个时候是1万块，那个时候我也还是首购族哈，我还记得，所以我记得我本身那个时候我也有 claim 这个 interest 这个 relief， 然后还蛮有用的，的确会松一口气，因为你买房子那头几年其实还压力蛮大的，对。对，所以他今年又推出来这个头3年有5000到7000的这个扣税，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一代的这个首购族是好消息。而且呢，他这一次他推出的方式也稍微不一样一点，他也贯彻了他的理念，就是尽量是要补贴低收入群嘛。所以你买50万以下的房子，你可以扣税。你可以扣的税还比较高，7000，那50到75万的就5000，那超过75万的可能他就觉得你不需要津贴了。所以他还蛮有点巧思的。可能我们提到这一个哈，我就想这还有一项可能大家没有什么特别注意到，因为这个可能中低收入群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哈，就是我们从前2年开始就境外收入我们开始课税，就是你个人如果你有境外的收入。比如说你外国有 dividend 啊 interest 啊这些，您带回来马来西亚都要还税了现在。那它有一个豁免期到2026年，那它今年就直接宣布又延长这个豁免到2036年。其实对比较高收入的人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其实很多资产可能在国外，那想要重组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哈。那2026年眼看就要到了，是，所以它延长到2036年，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了解。那么今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呢，有另外几个亮点啊，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是糖税，另外一个是碳税，是这2个字很像，有一点点相似啊。对。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糖税的部分啊。这个是为了要改善我们的公共健康嘛，对不对？那这个税率呢是提升至1公升4毛钱。然后这个政策呢，它真的会有效去减少含糖饮料的购买吗？还是说它其实会影响物价呢？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OK， 好，其实这个糖税，你问我实施，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吗？但是我觉得实施过后，我们也没有少喝 Data 啊，对不对？所以你的 Data 要甜不甜，多糖少糖还是不要糖？如果你问我这个糖税，当然它的确是一个收入啦，但是它不是主要的收入哦，所以这个糖税，我个人的看法是，它其实比较多是政府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它要倡导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它政府告诉你，这个我希望人民少喝糖，可以减少一点糖尿病，还是让身体可以健康一点，所以我们政府的方向是希望你们少喝含糖的饮料，所以我抽个税。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因为这个会是造成通货膨胀吗？我觉得不应该会是主要的原因。1公升4毛钱的税了。是，尤其我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政府的思考常常都会觉得说，我要阻止什么事情，我就让它价格变贵一点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更要做的应该是教育民众啦。对，你要就是双管齐下，才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来聊一下碳税好了，你觉得我们开始实施碳税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进步的象征呢？其实这个碳税是
我们怎么说？这个是个国际大课题来的，是就是因为这个 ESG 其实是全球趋势，然后这个在 ESG 的框架之下呢，这个气候风险还有这个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是它主要两大课题来的。我们国家你要跟世界接轨，其实你要跟很多外国的公司做生意，或者是跟一些欧美国家这种跨国企业做生意，现在 ESG 都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环。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的，就是你要成为它的supply chain 里面的一环，你大概都要有一些 ESG 的这个意识。所以朝这个方向走其实是必然的。然后我们国家的这个 commitment 也是2050年我们要实现我们叫做 net zero， 就是净零排放的这个意思。所以碳税其实还只是开始，你看它2026年才开始。然后也只是针对这个钢铁业跟还有一个是能源的有关的这个。那之后呢，他也给一些这个优惠，现在给的是我们叫做这个碳捕捉、利用和储蓄，就是我们说的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storage CCUS， 那个是很大的公司才会实行的，暂时啦。所以其实这是我们 ESG 整个大蓝图里面的一个开端。然后我觉得陆续有来，应该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都会有一些在这个ESG 的方面。但是如果你对中小型企业来说呢，我觉得要认真看待 ESG 这个问题，不能想说我还不大，这个是大企业的问题。因为你想要出口啊，或者是你现在想要跟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大企业跨国企业他说 OK 你要 supply 我的其中一个部分，你要告诉我你有没有 ESG 的这个 agenda， 你有没有 comply with ESG， 所以是重要的。所以很多中小型企业可能还没有认真看待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现在要开始，不能太迟。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国外的例子，中小型企业其实他们做的比政府还要早，因为他们很早就已经看到了相关的这个趋势啊。现在很像感觉上只有一些可能他有产品出口到欧洲国家的，他会比较重视 ESG 的部分。因为他没办法，他强制你一定要有这个 ESG 的一块。对，特别是碳足迹啊，还有碳排放量啊，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啦，大家能够尽早做的话就尽早做，不要接到了订单的时候才发现说自己没有这一块，那可能为时已晚了。对，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汽油津贴的问题啊，RON 95，对，因为我们记得在这个柴油津贴针对性柴油津贴上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混乱，然后也很多的批评声浪啦，我们也特别做了一集相关的节目啊。但是这一次很像政府是不是比较有把握，有吸取上一次的经验了吗？这一次我觉得。特别是在安华他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措辞跟用语上面，其实他都是比较谨慎一些。对。然后他也不断的告诉大家说，有85%的人仍然是会享受到这一项津贴啊，只是这一些可能收入比较高的人啊，就是你要用这个身份识别的方式，然后识别出谁是高收入族群，就不会给这个津贴嘛，对不对？你怎么看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公布呢？其实这个像你说的，这个课题其实已经谈了很久，那要怎样推行也是谈了很久，就是其实是一个难题。但是如果像他说的，就是我看他们应该也做了一些调查啦，跟下定一些决心，这次感觉上真的可以实行的感觉，因为他也比较多明确的报告。那如果他真的只是影响，就是拿走15% top 15% 的人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对 M40 和 B40 来说，应该不会是一个大问题。其实如果你看我们的油价还真的是便宜，因为我有时候去外国我们也会驾车嘛，像我去泰国肯定比这里贵得多。有时候我去就是外国国家都比这里贵很多，我们油价还真的是便宜，特别有外国人来这里打油，其实我们真的是不需要津贴这个外国人啊，对吗？是。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怎样可以很有效的实施这个津贴，让真的有需要的人有继续拿到津贴，然后那不需要津贴的人你取消了。其实大家我觉得比较关注的应该是这一点啊。那可能要思考的就是所谓的这些 T20 或者是 B40，到底要怎么样子界定？因为有些人他会认为说，我可能我的收入
已经是被框在 T20 里面，但是我家里面可能也有10个人要养，我有很多的孩子等等，那他的经济压力也是负担也是非常的重。如果他也是被归类于说他是被豁免石油津贴的话，对对对，那对他来讲是不是比较不公平一些？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课题了，但是所以我就说他怎么样子可以，就是可能他要可能他要重新定义这个 T20 M40， 可能不是用个人收入，可能要看你这个家庭的这个，还要一些因素考量嘛，对吗？但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津贴，如果他真的可以很有效的处理，就是真的让有需要的人拿到津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他以后的津贴就可以照着这个模式。然后其实大家像我说的，大家不是说你不可以津贴，不是不高兴你拿走津贴，是觉得你就是可能拿走的这个方式要合理，跟就是真的有需要的人受惠，那些不需要津贴的人就不需要津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可以做得好，反而是一个里程碑。以后的津贴可能大家都觉得心服口服，我们这样子的方式是好的。是没错，就是执行的部分可能要再想的再更细节一些啊。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企业还有大家也会担心说会不会后续会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就是这个 SST 的这个范围扩大啊。那其实你怎么看呢？哪一些的行业其实会受到最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是没有 GST 的嘛，对吧？我们取消了 GST， 拿回 SST。那其实 SST 是我们其中一个也很重要的税收来源哦。你看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总税收跟我们国家 GDP， 其实我们在区域来说，我们其实还算是偏低的。就是我们税收应该要扩大。那所以它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要我就企业税再增加，那企业也负担。要么我就个人税再增加，那个人也负担。那 SST 其实它要扩大它的这个税收基础，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觉得应该每年大概都会有相关的这种 announcement， 所以现在要做好准备。那的确每一次 SST 的改革都是任何的更动其实都很多细节要处理的。像这次他虽然宣布了2项，其实影响层面还蛮广的。第一项他是说这个进口食品的要奢侈的这个食品要收 SST 哦。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基本食品啊，就是它要照顾你的生活衣食住行嘛，基本需求它是不抽税的。那但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定义有时候就很广，基本上很多的食品都不抽税，所以他现在就说，其实他也有他的道理啦。他就说奢侈的就是一些比较 premium 的，不是你日常生活需要的，那这个我就抽税。但是实行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食品很多，像比如说他特别提到三文鱼跟这个 avocado，avocado 是不是 premium 可能个人定义啊 ，avocado 有很多等级哦，是，所以也有 grade 1的。三文鱼也是啊，对，所以都很多等级，所以它实行起来，它要怎样子分所谓的奢侈啊，这个才是难度。其实如果你真的是从奢侈品课税的话，对普罗大众应该不会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不是每天都买这种 Grade 1的 avocado 嘛，是吗？那如果我买普通的，那可能不会太大的影响。所以它怎样实行这个是。有一点难度啊，所以是因为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喜欢吃 avocado 就是 avocado 以及这个三文鱼，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这2项食品得罪了谁啊？大家很多人都在开这个玩笑，但是你会觉得说，其实让 GST 再回来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税制吗？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 GST 它本身是一个很完善的税制度哈，当然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啦，所以他现在政府其实也在做一些努力啦，就是他可能不能完全把 GST 打回来之前，他就从SST 那里扩大，让 SST 逐渐的伪装成为 GST 的样子嘛，逐渐走向那个路啦。因为的确它这个涉及的层面很广哈，因为 SST 其实是重要的。OK， 但是那怎么样子再重新实施，跟它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没错，这个已经不只是一个税务的问题了，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啊。对，而且其实我想说，因为他去年才刚刚实行这个 e-invoice 嘛，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已经8月1号那些大的商家已经开跑，如果他短期内再推行是 GST 的话，对我们普罗大众来说，只是一个税率换罢了嘛，6% 的 SST 我还 GST， 对商家来说，因为我们每次帮他们做这个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跟动，是
整个这个 supply chain 很大工程，对，很大的一个工程，数目影响的这个也要花一笔钱啊，所以他如果太靠近的话，我觉得商家应该会喘不过气来。所以政府他还是要拿捏一下他的这个节奏了啊，对，不能够一下子太猛。对，好，身为一位女性啊，我想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你应该也是很有感触，因为为了鼓励更多的妇女来重返职场，企业如果重新聘用女性的话呢，将会享有1年50%的这个税务减免。你认为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政策能够真的是吸引到女性回归到职场以及到企业吗？你觉得这个有吸引力吗？我觉得其实政府还蛮重视这一块的哈，所以今年你看到它有加大一点力度。前几年它就开始有，就是如果你是重返职场的话，你的薪水个人方面可以扣税哈。所以可能他也发现到，就是你个人方面扣税呢，可能雇主就觉得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他今年有加大力度。我觉得这个还蛮巧妙的，就是现在你聘用他们，我也可以给你多50%的扣税。不止这个，其实还有2项有一点关联哦。第一就是如果你给你的员工有这个儿童的这个津贴福利，或者是给他们去这种幼儿园的这个费用哈，那这个雇主是可以扣税的。现在他也扩大到这个对老人家的护理哈，因为其实女性重返职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中间还要照顾小孩，可能要照顾老人家哈，所以你给他有这个津贴，他可能会容易一点哈。然后还有多一个就是，如果你要照顾小孩，或者是你家里有生病的人需要照顾，你雇主给他们带薪假期的话，也可以多50%的扣税哈。我觉得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回来工作之后，你家庭还在那里啊，老人家还在那里，都要有人照顾，其实是很挣扎的一件事情。那现在雇主可以扣税，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加强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很多那些商家已经没有什么税务优惠了，然后你员工本来是你很大的一块开销嘛，现在有多50%的扣税，我觉得是蛮有吸引力的，应该要多注重多留意这一块了。但是我特别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因为每次政府有给这种优惠的时候，大多数你都要申请，不是直接就我聘用我自己决定这个人可以 qualify 我就扣税了哈。你要申请，就是个人也要去跟这个我们叫 talent corp 申请嘛。雇主也要符合一些条件哈，我希望政府可以早一点颁布这些条件，因为你要时间预备啊，然后整个聘用的过程啊、人力资源这都要重新安排哦。但是我觉得女性重返职场应该要重视啊。其实因为我们公司也看到很多，就是可能结婚之后啊，还是有小孩之后，你要家庭和工作之间要做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选择题来的，就是不是应该需要选择的，因为2个都重要啊。是，所以他们重视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对，重返职场之后，其实我觉得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包括了这些孩子的照顾啊，如何津贴，还有教育费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这政府可能都可以更多的去思考。好，我们将焦点转回到企业的部分，其实在这个预算案当中呢，支持中小型企业来数字化转型的这个税务减免措施啊，其实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企业来降低运营成本？其实我看到相关的一些措施，包括说你可能买这些电脑啊，或者是电子设备，其实是能够扣税的。这个其实它是会鼓励企业去做一个医化或者是电子所谓的数位自动化以及数位转型。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特别是很多的华人的中小型企业在这一方面的还是有一点点转不过来。那政府的这次宣布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会不会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让他们能够及早的去做一个数位化转型？好。其实政府在推动这个数码化和自动化这个方面的，它目标是很明确的，而且也是志在必行的。因为我们就是每年我们都看财政预算案嘛，其实它每年都有一些 announcement on 这个 automation 啊，或者是自动化、数码化的这一块。今年呢，它只是颁2项比较小的，就是如果你有这个 e-invoice 的话，你要有一些电脑设备啊这些的话，你可以加快我们叫你的资本津贴，但是它不是多给你，就是加快。平常我们可能要6、7年才能 claim 完你的资本津贴嘛。那如果你是特别为 e-invoice 买的这些配备，可能你2年就可以 claim 完，所以加快。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有一点点关联的呢。如果你因为这些电子化、自动化，你要实行比较弹性的工作安排啊，这些你要买一些电子设备啊，或者是要做一些 study 啊，这些啊，他也给你扣税有50% 的扣税。上限是50万。其实你看这两个的话，它其实幅度不是很大，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其实它比较大的 announcement 在去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它就 announce 一个叫做如果你自动化或者是你要有这个工业4.0的这个转变的话呢，你可以申请一个特别税务奖励有200% 的扣税，然后上限是1000万。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这个帮助就很大，因为他不可能每年都给你奖励嘛，他大的已经去年先宣布了，所以他这个奖励去年宣布的时候，他今年他的细节就今年头或者去年尾，他细节就公布。我觉得中小型企业像你说的，就是自动化跟这个数码化，这个是大趋势来的。这个是一个 ESG 是一个嘛，我觉得自动化跟数码化这两个要比 ESG 要更先做，因为真的是不能再等了。所以1000万来说，我觉得对很多中小型企业都其实挺够的。你可能跨国企业觉得1000万可能不会太大，但是中小型企业1000万基本上够你自动化至少一条生产线，跟你的这个一些内部的这个调整所以要加快这个自动化跟数码化的制度可能我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很多时候像我说的，申请这些优惠它都一定有附带的条件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你会听到人家说，哎，我申请了，但是我 claim 不到什么原因呢？因为政府他给你这些优惠，他就是要很明确要推动你一定要数码化或者是工业4.0，它一定有一些附带的条件的。OK。他会可能跟你说你要达到多少 % 的 efficiency 可能你要聘用多少，你要减少多少的这个聘用外劳这些，它有一定的指标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啦。是他不可能就这样给你税务，然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子的所以他是很多可能中小型企业不太看重这一点，他们觉得我拿到 approval 了，我就可以扣税了所以可能很多就是 condition 没有符合。所以之后会有后续的问题，所以一定要符合条件，一定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它有什么条件，然后认真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不然会有很多这个税务的这个困扰。是，如果真的要做这个数码化的话，那就要真的去实行了，不能够做半套。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数位化的转型是走得很快，但是现在好像又有一点慢下来。所以我觉得政府他应该也是看到这一点，所以继续在鼓励企业做数位转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弹性工作时间，在这次这个字眼这个词汇其实出现在财政预算案当中，也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政府是不是也看到了其实在职场上面的这个需求，他反而鼓励企业给大家弹性工作。对，其实弹性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有 announce 有一段时间，但是可能这个响应不是很好，但是其实是需要的因为特别你要转型到自动化到这种数码化的时候然后你需要的这个不是劳工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工作理念可能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他们需要你要吸引人才。弹性的工作制度，有时候我们来 interview 他们都会问说，我们是不是有 flexible arrangement？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是重要的。然后你要朝向这个比较先进的设备数码化、自动化，你又需要这些我们说 new blood 新血，他们才能够适应这种新的企业的这个模式那他们的工作要求不一样。那如果你还是一定他们需要朝9晚5然后每天一定要来公司就是不来就不能不上班这样子，所以可能会比较难吸引这些年轻的人才对，难吸引到人才。对，因为老板自己的思维要转变啦，对，一定要改变你的想法，不要认为说我看不到员工就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对，其实要如何去跟进员工的工作，你要看他的绩效如何，不是看他人到底有没有在位置上，对不对？对。好，大家也非常关心，就是最低薪金的推进今年这个最低薪金宣布了之后，看到企业是一片哀嚎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对，其实在宣布那天，我刚好跟我client聊天，他就马上提到，哎呦，1700其实是一个负担，1500到1700。但是如果你看我们国家的大蓝图，我们要成就这个高收入国嘛，对吗？是。这个其实
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对啊，对，然后1700其实跟很多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真的也是还算是蛮低的，对不对？所以像你说的对，所以可能1700离政府理想中的这个最低薪金可能都还有一段距离哈。所以如果企业要预备啊，我觉得应该还会就是1700应该不会停在这里了哈。所以刚才我就说这个自动化跟数码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想办法 replace 你的这个基本的劳工一定要用自动化来取代劳工这一块，不然的话你的成本真的是会不能避免的，成本一定会增加所以这一块要认真看待了。是，所以我其实总结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呢，我感觉到其实政府它是有一些巧思在里面的，而且它也是希望往着更加的进步的更加 progressive 的这个方向去走，对，但是它又不能够一下子一大步就跨到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它只能够就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来，但是其实这个按部就班对企业来说，可能已经有一点点调试不过来了，吃力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两方面啊，你因为员工当然收到说最低薪水提高，我当然开心嘛。但是你想，如果我是老板，我给你多的薪水，我的要求一定也高了哈。所以其实不要开心的太早，你薪水越高，你的这个他的 expectation 也越高，所以其实年轻这一代要提升自己的价值啊，所以这个也是重要的哈。好，可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不晓得你还有什么要来跟我们补充的吗？包括了你觉得说企业应该怎样子来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以及改变呢？我想因为我提3点了哈，我觉得像第一，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积极推动这个数码化跟工业4.0，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很多，可能我就不再多说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你自动化，你工业4.0之后，你一定要有适合的人来运作这些设备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子，可能他觉得我整个 accounting system 改了自动化，但是我员工还不习惯，或者是没有人会用这个设备，嘛，所以你整个自动化跟整个提升的过程，你的人才有没有适合的人？跟你根本留住这些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像我们说刚才这些弹性的工作制度啊，跟你跟员工的薪水福利啊，跟你整个员工的这些培训，因为可能他也觉得我来公司，我想要有一个有前景，我想要以后我还可以怎么样发展，对吗？所以如果你只是薪水这一块，可能只能请他来，你留不住他，他2年后就走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中小型企业的大问题他们留不住人，因为他整个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配套，就是可能他的培训的过程啊，还有他这个有没有帮他们清晰的规划他们职业道路啊，这一块可能没有做得很好，所以留不住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难题，要面对的。那还有一个，因为我们是税务嘛，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现在的税务风险就越来越高，要管理特别有了 e-invoice 之后。基本上你的税务，你的这个 transaction 变得很透明就是我们说过，现在反走过都留下痕迹了，你很难再游走在这个税务的这个灰色地带。那特别是如果你是中型企业，你又想要成为大企业，可能甚至跨国企业，你想要上市，你想要吸引投资者，你税务这一块一定要做好，不要小看它，因为我们有见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可能你要上市的时候你的税务风险太大，或者投资者来他觉得你的税务风险太大，他要降低他的投资，或者最坏的情况他可能决定我不投资所以中型企业的税务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复杂性，不会太简单了，所以要处理好这一块，不要觉得就是 income tax 没有查到我就 OK， 其实这是要注重不是不查，时辰未到。对，所以这一块要做好，因为它会帮你的公司增加很多附加的价值，然后你不要等到有需要上市我才来做，或者我需要投资者才来做，有时候那个过程，它整个这个一个 compliance 的过程，有时候是蛮痛苦的。你等太久的话，你可能需要时间来转换了解。所以我要提醒的是，中型企业还是要注重这一块是。不管是中型企业、小型企业，或者是你想要变成大型企业的话，税务一定要做好。这是 Michelle 今天给我们最后的提醒非常谢谢 Michel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下次很快能够再请你回来跟我们分享。好，谢谢你。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的这期节目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你是否已经准备好来迎接最新的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记得要
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